小姐有9个丫鬟，已经死了8个，第1个杖杀，第2个中毒，每一个都为保护小姐而死。我是第9个，可我不想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小姐已经昏迷了3天，我日日跪在床边服侍，祈祷小姐快点好起来。不是为小姐忧心，是担心我自己的性命。这是我服侍小姐的第9年。第1年，小姐被嫡母惩罚，我替小姐挨打，大丫鬟去找老夫人求情，被嫡母杖杀。第2年，小姐重病，我为小姐放血，2丫鬟替小姐施了偏方，7窍流血暴毙。第3年，小姐遇到山匪，我为小姐挡刀，3丫鬟带小姐被山匪掳走，自刎而亡。小姐每次遇到杀身之祸，总能靠中仆化险为夷。我是小姐身边的第9个丫鬟，也是最后一个。我想，我大抵是活不过这一回了。将军大步闯进来，他怎么样了？喝下的药又吐了，实在喂不进去。将军眉头紧锁，问神医：“你看这该如何是好？”我这才发现，将军身后有一个生人，是个年轻的文雅男子，一身月白色长袍，提着药箱。神医说，小姐的病根在心脏，挖个健康的心脏给小姐换了便可。他说的如此轻巧，可为小姐提供健康心脏的那个人被挖了心脏，如何能活？神医扫视一圈，看着我：“你是小姐的丫鬟。”将军也盯着我：“九儿，我知道的，你对她忠心耿耿。”我胡乱地想，我终究还是躲不过，可我还不想死。我轻轻磕了个头，求神医救救小姐，九儿无疾病，心脏健康。将军大喜，痴痴地抚摸小姐苍白的面容：“等你醒过来，我一定对你好，再也不让你伤心。”神医把我带到隔间去，我躺在小榻上，绷紧身体，准备反击。我学过武，自信能出其不意把这文弱男子打趴下。听见将军的话，死到临头的我没忍住多话，杀了小姐父母，让小姐为他失去了2个孩子，现在才想起来不让小姐伤心。神医埋头在药箱里翻翻捡捡，闻言顿住，讶异道：“男主这么贱？”男主？他知道男主？我紧盯着神医，神医挠挠头说：“就是将军。”神医拿着刀走近，自言自语：“哎呀，我跟一个书里的小丫鬟说这些做什么？他又不是穿书者，他也知道这是一本书。”我摸了摸贴身带着的小册，打量他，看见他的药箱里露出一角泛着金光的书册。在刀落下之前，我攥住他的手腕，掏出小册子给他看：“我是穿书者。”神医停手，看了我半晌，信了。我先发制人，问：“你怎么连将军和小姐的事儿都不知道？书上也没写男主对女主这么坏，我哪能知道？”我和他面面相觑，交换看了2本书，发现2本书的内容不一样。我这本叫做《霸王娇妃》，讲的是小姐和将军虐恋多年，最后互通心意。他那本叫做《乱世成王》，讲的是将军在这乱世中称霸一方，自立成王。神医是男主的得力干将之一，可活死人，肉白骨，多次救回重要人物的性命。而我只是女主身边的丫鬟，被幸德中仆相互几字寥寥带过，名字都没提及。我问他换心是如何换的？我的心给小姐了，我是不是？神医安慰道：“我不会把你当成书中纸片人，用你的命换那个女主的命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”他往我嘴里塞了一粒东西，俏皮的一眨眼：“诺，给你吃古代版麻醉药。”身体渐渐脱力发软，我无力地靠在小榻上，看着他拿刀靠近。我一边安慰自己，一边攥住他的衣角，温暖的宽厚手掌握住我的手腕。心口微痛，是我的胸口被他剖开了。交给我，你睡一觉就好了。我在醒来时躺在陌生的房间里，神医在一边照看我，得意洋洋：“不难受吧？”我说：“我把你的心割了一半给女主用。”男主竟然信了。确实不难受，还不如之前为小姐挡刀时痛。我捂着胸口问：“我的心呢？”神医端了碗水给我：“好好的在你胸膛里，我一点没碰，只是划了道刀口。”我吁出一口玉气，慢慢坐起来：“你先在我这待着，你怎么混得这么惨？连个适合养伤的好房间都没有。”我扫视一圈，这里窗明几净，十分宽敞，是上宾待遇。我说：“
我只是小姐的丫鬟。神医挑眉，为我喝了药，没再多说。我在神医治住了许久，和他渐渐熟悉。他原来是一名医生，治病不全靠他所说的金手指，他真的通医理。过了些时日，我的伤好的七七八八，也偷师学了点医术。他问：你还要回女主身边吗？我面色纠结，九儿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可是不回小姐身边，我还能去哪儿？神医看着我，耳朵通红，要不你留下陪我吧，互相有个照应。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我心思一转，答应了。神医立刻欢喜地去找将军讨人。半晌后，他回来了，面色古怪。我问：怎么了？小姐不答应。神医吞吞吐吐，答应了，但是……我急了，你说啊？男主以为我看上你了，赏你给我当妾。他同手同脚走到我身边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古代还有这种说法。你在我屋里待了这么久，人家都以为我俩……嗨嗨，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再去找男主说道，别坏了你的名声。神医是男主近臣，又喜欢我，嫁给他，即使是做妾我也不亏，还能彻底摆脱女主丫鬟的身份。我说：你不嫌弃，我就给你做妾。神医紧盯着我：你愿意？我笑着说：我愿意。怎么，你又反悔不想娶了？你既愿意，我怎么能让你做妾？他在屋里转来转去，又找了将军一回，还把我的卖身契讨过来了。将军说：等回城里就给你我主婚。他红着脸强调道：是明媒正娶的正妻。我看着火蛇吞噬卖身契，那张束缚我前半生的宝纸化为灰烬，心神一荡。我靠在他肩头，诚恳地说：谢谢。他的身体微僵，试探着握住我的手：你我都是传书者，这是应该的。我笑着应和两句，和他十指相扣。他对我的喜欢和帮助，全因我也是传书者而起，绝不能让他知道那本书是我捡来的。我确实是他不放在眼中的书中纸片人。成婚那日，人人贺我们新婚大喜。小姐说：九儿，我一直以为七巧最机灵，没想到你是个闷声干大事的。我望了一眼身着红衣、长身玉立的神医，满意的微笑。小姐悄悄塞了一串项链给我，我受宠若惊地收下。那项链是小姐的心爱之物，挂的坠子用的是上好的材料，还是小姐亲自画的式样。旁人动一下都要挨罚，没想到小姐今日竟会赏给我。小姐和我闲聊几句，很快就被将军带走。将军一直守在小姐身边，不许她随意出门。若不是我和神医都没有长辈，请了将军和小姐来做主座，小姐今日未必能出现在婚宴上。小姐是一朵娇贵的花，被将军捧在手心，金尊玉贵，这些年和将军的关系也好转不少。可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这朵娇花日渐虚弱。我暗笑自己想多了，一个粗茶淡饭的丫鬟，替锦衣玉食的主子操什么心？成婚的流程走完，我坐在喜床上等神医来。神医笨手笨脚地掀了红盖头，脸颊通红一片。我扶他躺下，他不肯，自己拿起酒杯要和我喝交杯酒。我哄他：你今天喝了很多，不喝了。他歪头看我：交杯酒怎么能不喝？他把酒杯塞进我手心，声音十分委屈：你不想和我喝交杯酒吗？酒杯上还带着他手指的余温，我握紧酒杯，被他搂在怀里，与他行了合卺之礼。你原来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已经成婚了，总不能天天叫你九。我飞速想着，在他起疑之前说：于心，我的名字叫于心。于心是小姐赐给我的名字，要我天天开心。大家都叫我九，我几乎快忘了这个名字，现在拿来用倒是正好。他一声声唤着：于心是我的妻子，于心，于心。我扶他躺好，听他念念叨叨都听熟了。于心，于心。我念着，心中紧绷的弦突然放松。往后我就是于心。嫁给神医后，我真的像这个名字一样，天天开心。他教我行医，带我去医馆里坐诊。时日久了，百姓对我十分信任，我们夫妻恩爱的美名也传了出去。我与神医琴瑟和鸣，几乎忘了自己原本是一个应该死去的丫鬟。直到我看见神医和小姐亲密同行，小姐嫣然一笑，娇美的容颜像花一样绽开。霸王娇妃写道：几年后，小姐缠绵病榻，将军编了老夫人的诗，
以此威胁小姐不得死去。小姐悲愤交加，吐血不止。有位名医献出家传秘方，才使小姐好转。那份家传秘方是取人的心头血做药引，书中没有写那份心头血从何处来，但写了名医的内心独白。他偶然得见小姐的笑颜，对小姐一见钟情，不惜违背医者的本心，以命换命救回家人性命。是啊，只有家人才子是值得记录称颂的，谁会管被视作药引的那个人下场如何？我很清楚神医是传书者，不是原书中的名医，但我还是后背发凉。他不会像飞蛾扑火一样爱上小姐，他眼中的只骗人。他娶我为妻是因为我也是传书者，可是我骗了他。就算我从九儿变成于心，我也只是书里的丫鬟。小姐却是货真价实的女主，能引得无数男子暗中倾心。若爱她，就会愿意为她付出一切，自然也包括妻子。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战事又起，将军领兵赶赴战地，我和神医随行。神医去了最前线，留我在后方军医帐中照顾伤患。伤者中不乏有身份的人。左将军连连夸我手艺柔巧，包扎的牢固又不痛。从前我也随过军，作为小姐的丫鬟，从来没有旁人留意我。如今我是医女于心，我有自己的身份和本领，这感觉真是大不一样。某日将军受伤，我前去治疗。将军问：你可忙得过来？将军眼里只有小姐，竟然主动关心我。我谨慎道：将士们才辛苦，我一个大夫忙得过来的。离开时，我听见将军呢喃：同样是半颗心，莫非他这半颗更好？不行，得把他那半颗。我毛骨悚然，当天夜里就做了噩梦。我梦见了七巧，那个公认最机灵的丫鬟，她代替小姐被悬在城墙上，死状惨烈。少女蜕皮的脸在我面前放大，干枯漆黑的手抓住我的手腕，声音嘶哑可怖：九儿，你什么时候下来陪我？我惊得大叫一声，猛地醒了，翻箱倒柜找出那本《霸王娇妃》翻看。10日之后，小姐又将死里逃生。我提前知道了剧情，有把握阻拦小姐再次幸得中仆相护。我在脑内反复推演了好几遍要如何杀死小姐。等噩梦的惊吓感退去，我突地反应过来这个想法有多出格，立刻闭上书册。可那个想法渐渐膨胀起来，占据了我的脑子，天人交战。去做，去做！你难道要一辈子提心吊胆？你只是书里的配角，怎么可能有本事杀害女主？你若不去做，这次不被将军再剖心，下次也会被神医取走心头血。我打个哆嗦，再次翻开《霸王娇妃》，将小姐那日的遭遇再细细看了一遍。只要足够谨慎，我完全可以做到杀了小姐而不被发现凶手是我。小姐永远是女主，我永远是女主的中仆。可若是女主死了，我想死人是不需要中仆的。那一日敌军突袭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我远远地跟在小姐身后，看着仆从走散，小姐落单，还走到了荒无人烟的郊野，简直是天赐良机。我从石壁后闪身而出，借口护送小姐回去，带小姐到密林深处。小姐突然问：你累不累？我说不累。小姐又说：真好，看来你那半颗心是好的，我这半颗心是坏的。我摸了摸藏在袖管里的匕首，没有答话。小姐捂嘴笑道：怕什么？难不成还能再剖一次你的心？我低眉顺眼的应和，将匕首攥得更紧。小姐的指尖点在我心口的伤疤上，轻易地唤起我对剖心之痛的记忆。我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，不过神医有一张起死回生的秘方。你知道那秘方是什么吗？我觉着你很适合用来。他没能再继续说下去。我猛地抬手，尖锐的刀刃刺入他的胸口，瞬间晕开一团血色。他闷哼一声，弓着腰捂着胸口，鲜血源源不断从指缝间溢出来。我以为他会咒骂我，不成想他的神情很轻松，也没有呼救。他单薄的身体摇摇欲坠，正好倒在我怀里，手还抓着匕首的刀柄。那本书在你手里，小姐说得十分笃定。我干脆地承认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能猜得出来，霸王娇妃真正的传书者是小姐，没必要再隐瞒。你觉得你能杀掉我吗？我说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
你为什么杀我？我坦诚地说，我怕死，我想活着。小姐笑了一声，问，只想活着？我没再多说。她当然不能理解我。侯府落败，身中剧毒，悍匪追击。她遇到的一桩桩凶事，都有将军挺身而出，有仆从舍命相救，有倾慕者暗中保护。费尽心思想活着的是我和已死的8个丫鬟，是书中的炮灰路人。是谁都有可能，唯独不可能是女主。突然，我听见了一声细弱但愤怒的狼嚎。一条狼从草丛中窜出来，碧绿的眼睛担忧地看向小姐。书中写道，小姐曾救下一条幼狼。若没有我这个意外，小姐这一次正是被他带着找到生路，顺利回到将军身边。小姐看着他，叹息一声。她说，你瞧，我死不了。他在朝我自不量力。我打量那狼片刻，自信自己有与半成年的幼狼一战之力。我将匕首从小姐胸口拔出来，血瞬间飙了出来。狼更加急切，径直扑过来，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。我退开2步，在他垂头叼住小姐的衣领时，一刀刺进他的喉咙，拼命用力往前挑。他只顾着就走濒死的小姐，对我没有太多防备，正中了这一刀，凄厉的叫唤。等我处理完这条狼，小姐已经气若游丝。自始至终，她都像局外人一样，冷漠地看着这一切。狼的叫声太大，我担心引来救兵，打算直接给小姐补一刀，赶紧走人。小姐没有躲，低声说，是你也好，你比七巧更狠也更能忍，若是……第2刀扎进她的胸膛，她呕出一口鲜血，脸被血染得渗人。她的嘴唇还在动，我犹豫了片刻，谨慎地凑过去，听见他昏死前的最后一句话，可惜只剩你一个。我匆匆伪造了现场的痕迹，又听见急切的脚步声。和狼搏斗消耗了太多体力，我干脆半趴在草丛里，准备偷袭来人。反正我一身血，看着已经死透了，不会让人警惕。那人走近，我看见了那人的靴子，熟悉的平安纹，是我亲手绣上去的。来人竟然是神医。在这种境况下，我几乎要笑出声来。不愧是女主，怪不得她毫不惧死。有起死回生秘方的神医赶来救她，旁边正好有我这样一份现成的心头血。是我自作聪明，小看了女主和剧情。我自以为挣脱了女主的压制，却没料到我仍然是女主死里逃生的垫脚石。我相信神医对我有几分喜欢，但这几分喜欢能不能抵得过女主对他的吸引力，抵得过剧情对他的影响？我没有把握，也不会用性命赌别人会选择我。神医渐渐走近，我脱力的手指再度攥紧匕首，准备放手一搏。神医往惨烈的现场奔去。他在小姐面前蹲下，用我给他绣了鸳鸯的手帕擦掉小姐脸上的血。他紧绷的背突然放松，开始呼唤我的名字。我想，女主果然还没死透，她要杀我去救她。现在的我和她对打不一定能胜。我往外挪了挪，闭目装死，等她发现我。不消片刻，我听见急促的脚步声。她抱起我，手抖得厉害。她将刀尖刺入我心口，取我心头血之时，就是我偷袭的最佳时机。我没等到心口疼痛，却等到了几滴微凉的液体。我睁眼一看，她在哭。我不由得问，你哭什么？于心，这么多血，你痛不痛？她焦心惶恐的表情不似作伪。我悄悄松开手里的匕首，靠在她怀里。都是狼的血，我没事。和那条被开膛破肚的狼相比，我确实没事，身上的爪痕牙印算不得多恐怖。我编造了一段假故事。我和小姐被敌军追赶，小姐被敌军刺伤，鲜血引狼尾随。我和幼狼拼死厮杀，没能顾得上小姐。她宽厚的手掌抚过我的身体，为我检查每一处伤势，细心地敷上药粉。这个药有些疼，你忍一忍，回去给你甘草片吃。她信了我的鬼话，药粉撒在伤口上，像刀剜似的扎痛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转移注意力，问小姐呢？还有救吗？她不必再救。她不提那张起死回生的方子，我也装作不知道。她将我带回帐子里，我含着甘草片疲惫睡去，梦到了小姐。我刚进府时还是豆蔻少女的小姐，她面若粉桃，健康聪明。转瞬间，
小姐倒在我怀里，呕出鲜血，变作尸体。我努力为自己开脱，我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小配角，我这一生注定为主角铺路。可我不想死，我只想活着，我有什么错？小姐不说话，清亮的眼睛疲惫而哀伤，直直地看着我。我总觉得她死前有话要对我说，可她没说出来。不是我不愿意听，是她放弃了没有说。我陷在梦魇里，直到闻到勾人的咸辣香气。一睁眼，一条焦香的兔腿在我眼前晃悠。你醒了？正热乎着呢。那只兔腿晃到我嘴边，我咬了一口咽下。热烫的食物进肚，阴寒随之散去。我爬起来，自己捧着兔腿啃。他拍了拍我的胳膊，缺什么就补什么，腿都归你吃。我的伤口已经用干净的纱带绑好，是一个有形的蝴蝶结。绑得好看吧？他像往常一样笑得露出尖尖虎牙，顽皮又可爱。我应了一声，靠在他身边，吃进2条肥硕的兔腿。他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但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我说，小姐死了，怎么办？他神情严肃，将军是疯子，你不能照实说。他为我编了一个新的故事。我和小姐被敌军追赶进林子后走散，等我找到小姐时，她已被敌军杀死。那条狼啃咬小姐的身体，我以命相搏杀死她，才保住小姐尸身。他说，将军若是问你，你就这么说，我已经做好了痕迹，莫担心。我这才发现，他眼里满是红血丝，身上也多了不少擦痕。我本意是想骗他为我做伪证，可他主动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这让我很愧疚不安。他郑重道，他死了就死了，没得救。可于心，我希望你不要再受伤了。我不知该说什么，点了点头，和他靠在一块，暖融融的。小姐死前没有挣扎，我和神医又先后伪造过现场，那把匕首也是我杀了敌军小兵后抢来的，没人能找出我害了小姐的证据。我们骗过了将军。虽说如此，以将军对小姐的在意程度，按理说我免不了一顿重罚，但将军并没有深究，他甚至不似小姐病重时一样发疯，就好像小姐还在他身边。我摇摇头，驱散这个古怪的念头。小姐死后，剧情给我的阴影消失了，可是生活的苦难还在继续。听说将军重伤，神医一直在将军府照料，连个消息都传不出来。等了1个多月，我终于耐不住，去将军府求见。出乎意料，将军没有拒绝。下人引我过去，景色渐渐变得熟悉，竟然是小姐的院子。一进小姐的卧房，我立刻打了个哆嗦，太冷了。明明是6月艳阳天，这屋子里却寒气森森，跟冰窖似的。神医从屏风后出来，嘴唇乌青发紫，睫毛上结了一层霜。怎么是你？他急切地推我离开。你不该来这，你走，回医馆去。将军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，来了就别走了。神医止住推我的动作，满眼挣扎痛苦。将军问神医，你说你无能为力，我为你找了一个助手来，你可还满意？神医跪在我身边，脊背绷得像拉满的弓。将军答应过臣，绝不牵连臣的妻子。什么牵连？他的医术是你亲手教的，你们珠联璧合，自然多几分把握。将军的语调骤然严厉，你不愿意？将军性情暴戾冷傲，只对小姐有几分柔情。我连忙道，只要将军发话，我万死不辞。说话时，我刻意露出绕圈缠在腕上的项链。将军见了，神情温柔不少。你果然忠心，来，你来瞧瞧。感觉衣角被神医拉住，我回头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。我已经猜到是什么了，因为做贼心虚，我一直有意避开小姐身后事的消息。我刚刚忽然意识到，小姐的葬礼连我这个旧仆都未曾受邀。小姐的婚礼盛大隆重，比册立皇妃都更热闹几分。这样的荣宠，葬礼怎会不大办？我走进小姐的床，小心翼翼地挑起布帘。果然，床上是一座冰棺，里面赫然放着小姐的尸体。将军语气缱绻，他一直想走，可是我爱他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我？你看，他不乖，身体被虎狼啃过，一点都不漂亮了。你们2人医术高超，一定能治好他的伤，让他继续陪着我。
神医额上的青筋跳动着，神色不忿。我赶紧开口道：“请将军多给几天时间，让我们多琢磨琢磨，才能更有把握。将军刚愎自用，若神医再和他作对，我和他怕是要今日就命丧将军府。我好不容易逃出剧情的死局，正期待和神医的好日子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将军给我们1月期限，让我和神医住在小姐的院子里，不得外出。”神医颓然道：“是我连累了你。”我摇摇头，说什么傻话？你一人陷在将军府里，我怎么能安心？其实是我连累了他。若我没杀小姐，他怎会沦落到被变相幽禁、性命堪忧的地步？于心，你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。我看着他，笑笑，事已至此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在小院里踱步，走着走着，想起许多往事。最得小姐喜爱的是七巧，她聪明伶俐，作为应妾和小姐一起进了将军府大门。七巧死得惨，不成人形，小姐便将她焚成骨灰，装进木匣子里。七巧的死对小姐打击很大，小姐几乎变了个人，此后很少有笑模样，好像她灵魂里鲜活的那一部分也一起死去了。我推开七巧的房门，灰尘味浓重，木匣子端正地放在案台上，前面还放着几柱只剩余烬的沉香。想到那个惨死的少女，我情难自禁，摸了摸木匣子，忽地摸到一处凹陷，观察片刻，拂至心灵，我掏出小姐给我的项链，那凹陷的形状和玉坠子一模一样。我试探着将玉坠子当作钥匙塞进去，木匣子的盖子一弹，竟是被打开了，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骨灰。犹豫片刻，我伸手进去翻找，在底部摸到了异物，是小姐的日记。第一篇日记写于小姐启蒙那年，小姐记下了她的前生。她从舞蹈家变为侯府千金，幼童的身体里住着成熟的灵魂，自小就有端庄娴静的才女美名。小姐哀叹自己穿得不巧，生母是侯爷的糟糠妻，为了给嫡母让路自请下堂，但还是丢了性命。全靠老夫人疼爱，小姐才免遭毒手。母亲为何忍气吞声？和离后去过潇洒日子有什么不好？为何嫡母如此针对我们？明明我们对她毫无威胁。侯爷为何偏心至此，让我吃馊饭睡漏屋？就算不喜欢我，难道侯府养不起？传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？一切疑惑止于小姐13岁那年，在嫡母女儿的生日宴上，小姐第一次遇见将军，彼时将军还是少将军。小姐对阴质的少将军没有丝毫好感，但对方盯上了她，不顾小姐阻拦，拿走了小姐的丝帕和荷包。在旁人眼里，这是少将军对小姐的厚爱，但小姐只觉得恶心和忧愁。果然，嫡母惩罚了小姐，因为嫡母的女儿爱慕少将军。小姐无奈，备受宠爱的侯府嫡女，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偏看上的登徒子。小姐被罚在雪地里跪了一夜，发起高烧，几乎死去。这是男女主虐恋纠缠的正式开始。那天，小姐得到了霸王娇妃。小姐心情复杂，原来我痛苦难挨的13年，只是虐文的前置剧情。小姐试图偏离书中剧情，但即使小姐努力与书中所述背道而驰，也没能成功改变。大丫鬟还是被乱棍打死，二丫鬟还是吃药而死。我救不了他们，我明明什么都知道，可我救不了他们。后来，小姐还是与少将军定亲了，作为侯府献给少将军的礼物。小姐茫然而绝望，她很清楚，她是她一生的噩梦。嫡母的女儿怒骂小姐，完全看不见小姐的不愿意和无奈。小姐很冷静，每一个配角都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用。她的作用就是让我在侯府备受欺凌，展示虐文女主是多么可怜。我的思维受书的影响太大，每次不能成功改变，我都会怀疑自己。长此以往，我会发疯的。于是小姐丢了那本书，又被我捡到。小姐的日记里写了很多她的痛苦挣扎，对剧情的猜测和试图改变的方法。然后她无奈地得出结论，她虽是女主，但只是世界核心男主的衍生物罢了。她怀疑书被身边的丫鬟捡到，应该是蹊跷，她好像也知道剧情，在暗中引导我。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蹊跷不幸死去。
只有我一个人了。这些年，我让他们9个学文习武，希望能改变命运。最后，他们一个个在我眼前死去，我还是无能为力。七巧死前还挂念着我，让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活着对我来说很容易，剧情里有那么多人都在保护我。可是，不是身体活着就算是活着，我只想求一个解脱。后来我被剖心，我又好起来了，但不是用了九儿的心。原来那本书在九儿手里。现在想起来，一切都有迹可循。每次有人替我挡灾，他都会出手相助。我猜他也想改变剧情。九儿隐忍而内秀，若是能早些发现他，要不要去找他呢？我想是不必了。9个丫头里只有他一个还活着，我何苦拉他下水？不过我还是要打扰他一回。书里的人物个个要我活着，只有他觉悟了，只有他会恐慌，会想杀死我。可恨，我是虐文女主，不能改变这个世界，只能被配角推向悲惨结局。原来小姐是故意的。我想起小姐那天临死前的坦然从容，她看见狼的那一声叹息，不是在吵我，是在惋叹自己的命运。我为我杀了小姐而羞愧，但不后悔。幸好她终究是解脱了。可是小姐，你死后将军也没有放过你，你的尸身封在冰棺里，被他日夜监视。不过小姐没料到的身后事，我可以替她完成。不久后，小姐的别院突然失火，在烈火中，小姐的尸体化作了骨灰。这一次将军暴跳如雷，但当时在小姐身边的只有他没理由惩罚任何人。神医悄悄给将军用了致幻药，让将军反应迟钝，神思不宁。我找机会换掉小姐冰棺附近的布置，周边的冰块也撤下不少。这一场大火，我们2人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不会有人查得出来。将军终于为小姐举办了葬礼，极尽哀荣。他跪在小姐的棺木前，双目猩红。你何该一辈子都是我的？谁允许你连个全尸都不留给我？你怎么敢？我和神医对视一眼，相携离去。没过几个月，听说将军疯魔了，他整日抱着小姐的骨灰，茶饭不思。医馆里的病人唏嘘道，将军和夫人真是伉俪情深。听说夫人当年只是庶女，在家过得并不好，幸好将军对夫人一见钟情，夫人才……我静静听着，没有说话。若没有将军这坨粘人的狗屎，小姐原本能拥有自由顺遂的一生。她爱抱着就抱着，反正里面不是小姐的骨灰，早被我换成了驱蟑螂的药粉。没等到将军发现骨灰不对劲，先等到了老夫人。老夫人是侯爷的继母，无权无子，在府里说话不够硬气，但为了小姐频频和嫡母作对。小姐出嫁后，嫡母迁怒她，打发她去寺庙清修。老夫人先挂念小姐几句，又问我婚后如何，最后感叹僧尼都欺她年老无依。我见她精神还不错，才敢告诉她小姐已经去世。老夫人痛哭，我劝慰她许久。一回头看见神医站在我身后，不知站了多久。他一向是笑模样，这次却面色冷淡，在我看过去时，才又露出我熟悉的笑意。我给他介绍了老夫人，他点点头，说老人家既无亲眷，就留在我们家吧。老夫人留下后，神医越发上进，他连日积夜编写医书，为我讲解疑难杂症的病理，还给我讲典故谈人生道理，说夫死不可改嫁是陋习。我听得昏昏欲睡，他戳戳我的脸，草药苦香漫进我鼻腔里，我很喜欢，没忍住多嗅几口。于心，你好好听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会用得上的。他不在的时候，又要去义诊。我问，这世道乱，你别整日乱跑。神医心善，不被将军需要时便去义诊。他从不收诊金，幸好将军每次被他治完病都很高兴，赏他很多财物，不然我俩早就一块去要饭了。神医说，我可是神医哎，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医术，我要让世界上再也没有受病痛困扰的人。我说，我知道你志向大，我是担心你出事，你那小身板跑都跑不远。神医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，乱世之中总往山旮旯里跑，难免被匪徒盯上。神医眉毛一挑，大声道，我身体怎么了？你不满意？我连忙说没有，很满意。他又问，那你是担心我死掉咯？
我捂住他的嘴，不许他再说。我们都不会死，我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得很，我要长命百岁。我从不稀罕主角那样的精彩人生，我只觉得这样活着就很好。神医笑眼弯弯，好好好，你一定长命百岁。我心里想，我要和你一起长命百岁。我没想到那句话当时没告诉他，就再也没有说出口的机会。我和神医去野外采药，遇见一群穷凶极恶的山匪，我被一刀捅穿腹部，从山崖滚落，神医也被丢下山崖。我眼睛受了伤，看不见，只能听着他粗重的呼吸，朝他那边爬过去。我好不容易杀死女主，远离男主，毁掉霸王娇妃，我以为我可以成为我自己，和他白头偕老，长相厮守。莫名其妙陷入这一场灾祸中，这让我怎么甘心？我摸到他身上好多血，他也摸了摸我的伤口，说要为我找药。他在唬我呢。我的伤势已是回天无力。神医絮絮叨叨地和我说话，突然一口冰凉腥甜的液体灌进我嘴里。因为失血过多，我神志不清，顺从地张嘴咽下。喝了许久，我才感觉到味道不对。我抓住他手腕，厉声问：你在干什么？他的手抖得厉害，哑声说：就差一点，你喝完。我不肯喝，他急了，声音嘶哑：于心，血都已经放出来了，我注定活不了，你喝了才不算辜负我这一条命。我咬牙切齿：喝你的血就能活？你忘了，我有起死回生的秘方，就是你曾疑心我要杀你给小姐用的秘方。心头血。我慌忙去摸他的胸口，果然摸到一手黏腻。我低声问：你早就知道我那天？神医坦然道：我只是恋爱脑，又不是傻子。恋爱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希望你活着。我哽住，说不出话，眼泪忽而流出。我终于也体会到小姐的痛苦。神医却还在笑。这世上总有人要做配角，成全主角的高光时刻。于心，你是我这一生里唯一的主角，我心甘情愿为你做配。他的声音渐渐微弱，我哽咽着求他：我不要你死，你不能死。于心，你陪我说会话吧。这是他第一次没答应我的要求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生怕他听少了哪句。我想，濒死时人都会想家。我被狼咬穿手臂时，满脑子都在想家，我和他的家。于是我努力回想小姐日记里写过的那个世界，编造我穿书前的生活，讲给他听。他静静听着，脉搏越来越弱。我气音浓重，语不成句。他抬手替我擦掉眼泪，我抓住他的手，问我讲得好不好。他笑了一声，像是有些无奈：别哭了，我会回到原来的世界等你的。你讲得很好，但我本不是想听这个。你想听什么？我都可以说给你听。我想听的，你编不出来。我还没想出他想听什么，他突然咳嗽2声，我心里猛然升起不祥的预感。他气声微弱：于心，我喜欢你。我愣了一瞬，他的手已经失了力气，虚虚的被我握住。我轻轻摇了摇他的肩膀。那个总是目不转睛盯着我发痴的人，现在一动不动，和小姐一样，死在我怀里。他饱含期待，说他在那个世界等我，心甘情愿为我赴死。可是我骗了他，我去不了那个世界。我抱着他的尸体，在晚秋的寒风中哭得撕心裂肺。等身体恢复力气，我擦净眼泪，艰难地攀爬山崖。我得活着。将军征战归来，带回了一名年轻女子。我找到将军时，他满身酒气，正对着小姐的遗物发呆。我学着小姐的样子，端了一壶清茶过去。将军愣愣看我半晌，凑过来靠近我。不是熟悉的草药苦香，是呛鼻的硝烟味。我不喜欢，不过闻了3年多，也习惯了。将军又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，谈起此次征战的大事小事，分享他的见闻喜怒。我露出小姐的娴静神情，静静聆听。他说自己被秦王部将奇袭，手臂上多了刀口，深可见骨。我目光心疼地看着伤口，脑子里只记得奇袭的战术和将军的损失。他说秦王越发狡猾，竟不似从前一般自大愚蠢，害得他险些回不来。我柔声细语安慰他，说秦王不足为惧，为他加油打气。小姐从不曾对他这样温柔。他红着眼看我，轻唤小姐的闺名。
又咬牙切齿，你怎么敢？你竟敢离开我！眼见他又要发疯，我给他灌了2杯茶。他目光恍惚了一瞬，疲惫摆手，九儿，你回去吧。我退出房间，遇到老夫人，她满面亲和，那姑娘住在南院，比你的住处更远，将军心里还是你更重要。南院是小姐从前的住处，偏僻是因为环境清幽，适宜小姐养病。我面色大变，满脸不甘，急切急恨，令老夫人很满意。她又道：哎，可惜你肚子一直没动静，若你能有个孩子，肯定能成为正室夫人，哪还用得着和那些莺燕燕稚气？我满面愁容，妾也想有个孩子傍身，可恨肚子不争气，孩子这事急也急不得。等老夫人走远，我才卸下面上的恶意。我半点不急，我和将军不可能有孩子，我们从未同房过。只有在他喝醉时，在药物和醉意的迷惑下，辅以我对小姐神情姿态的刻意模仿，他才会短暂地把我当成小姐。这种时候，我想做点手脚很容易。3年多过去，我多了一重身份，将军的侧室。老夫人常说将军尊贵，而我卑贱，反复哀叹我的处境。她不是真心关照我，是在诱导我心比天高，心黑善妒。我顺了她的意，毕竟3年前是我主动挤掉她挑中的替身，进入将军府。我去找了那位姑娘，将军未曾让执掌后宅中馈的我去安置她，但老夫人显然希望我去找她的麻烦，那我便去。一进南院，丫鬟看见我，满面惊慌，强撑着胆子走到我面前。我们姑娘现下不方便见客，侧夫人请回吧。我说她不方便，你总方便吧。丫鬟面色一白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掸了掸一旁石凳上的落叶，坐下。这凳子我从前经常坐，在这和8个姐妹一块玩闹歇息。小姐在屋里靠在窗沿上看书，看累了就笑着看我们。你给我讲讲，你们姑娘是怎么被将军看上的？赵氏说，我早从眼线那里得了消息，但这姑娘被将军护得很紧，眼线所知的也不多。我无意为难，只是想知道那姑娘是不是新的女主，是不是穿书者。将军此战拿下了平阳王的8个县，这姑娘的父亲正是其中1县的县令。平阳王荒淫昏庸，1县百姓苦苦支撑，始终没能等来粮草和援军。深思熟虑后，县令带着百姓投降。将军允了，却在进城后烧杀抢掠，大肆屠城。目睹父亲惨死在将军刀下后，姑娘悲痛欲绝，欲与将军同归于尽，被护卫捉住。将军将她带在身边，夜夜恩宠。说到这里，丫鬟叩头道：得将军宠幸，并非姑娘所愿，姑娘绝不会和您争。您若有气，请撒在奴婢身上。姑娘这几日身子难受，实在经不起折腾。这姑娘的经历和小姐多年前的境遇多么相似，面前这个丫鬟和我们那9个丫鬟多么相似。见我不说话，丫鬟又大着胆子说，将军最疼的肯定是您。当日将军看着姑娘的脸愣了好久，奴婢今日见了您才知道，姑娘的容貌和您有3分相似。怎么会像我？我也不过是一个神似行不似的替身。我决意要立刻见这姑娘一面，丫鬟拦不住我，只得进去通报。里面半晌没有动静，我直觉不妙，闯进去，看见一个清瘦女子昏在床上，下身晕开一小滩血泊。丫鬟怕我害她，不让我靠近。我柔声道：我通医术，让我瞧瞧。丫鬟说，姑娘只是月信不大准。这哪是月信不调，她要小产了。丫鬟大惊失色，这才让我近身。姑娘似有感应，悠悠转醒，攥住我袖角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轻声说：别怕，我会保住这个孩子。姑娘杏眼含泪，手指攥得愈紧。丫鬟犹豫道：我们姑娘口不能言，她的意思是不想要她。我说：好，那就不要。放心，我有良药，不会太伤身子。一碗落胎药下去，姑娘下身血流不止。等确定她没事，我松了口气，才想起正事。撩开姑娘散乱的长发一看，果然她真有3分像我，剩下7分像极了小姐。我去了南院一趟，姑娘就没了孩子。将军大发雷霆，要重罚我，又因为需要我帮姑娘做小月，
还是没罚成。他抱着姑娘安慰，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，下一个孩子我一定会护住。我隐晦地翻了个白眼。那他2月份上小，小产的诱因是将军强制宠幸姑娘，其实和我没关系，但是这是能稳固我恶毒妒妇的身份，我担下正好能让老夫人满意。这个孩子来得不合时宜，走的倒是恰到好处，也算是替他爹赎罪了。姑娘在他怀中也翻了个白眼，但遵守约定不坦白真相，只是柔弱哭泣。将军让我在姑娘门前跪到姑娘消气。他一走，丫鬟立刻把我扶起来，给我揉膝盖。侧夫人为何要担下此事？姑娘也疑惑地看着我，面色苍白，但眼睛亮晶晶的。她和小姐长得实在太像，又刚及笄，和小姐还未嫁入将军府时差不多大。我看见她，总觉得是少女时期的小姐又活过来了。我问，你想不想报仇？姑娘面露犹豫。丫鬟低声问，和姑娘有仇的是将军，您是将军的侧夫人，说这话是？我没解释，我真正要对抗的是这个世界。我说，别再叫我侧夫人了，我听着难过。我从前不是将军的侧夫人，是声名远扬的医女，是我相公明媒正娶的正妻。想到神医，我眼眶一酸。这姑娘3分像我的容貌，让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世界当时的意图。神医没剖我的新旧小姐，还变了心，于是世界将打算给将军用的方法如法炮制。3年后出现的新女主，不仅是小姐的替身，还是我的替身。我会被剧情杀，而神医会将情感寄托在姑娘身上，全心守护新的女主。我又问，你想报仇吗？和我一起。姑娘愣愣看我半晌，眼里忽地落下泪来，坚定地点了点头。我知道她有一个自小相识的未婚夫，那少年在将军屠城之日护着姑娘逃出城外，自己却不知所终，凶多吉少。你要我们姑娘如何做？我给她讲了将军是如何对小姐的，姑娘听得咬牙切齿，又止不住站立。小姐遭受过的痛苦和虐待，极有可能在她身上复现。她是替身，会得到将军偶尔的喜爱，也不得不承受将军发疯的后果。我说，你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要还想报仇，就不要寻死。我郑重地说，你得活着，活着才能改变这一切。姑娘认真地点点头，眸子熠熠生辉。在当天传出去的密信里，我提到了此事。果然，收到的回信有些担忧。我知道，对一个刚及笄的闺阁千金提及向高位者复仇，有些太沉重。可是，人活着总得有点盼头。在灰暗湿冷里挣扎，只要有一点关于阳光的想象，也是能支撑着再挺一会的。我不想看着第2个小姐也慢慢枯萎。她本可以拥有大好人生。将军对我的怒气没有持续太久。姑娘和小姐长得再相似，终究和小姐素昧平生，是截然不同的气质。只有我还能学出几分小姐的神情姿态，一个神似，一个形似，将军哪个都割舍不下。姑娘小产不过半个月，她夜里喝了酒，又召我去书房。近来秦王气焰越发嚣张，将军战意熊熊，今日大醉也与此有关。我照例给他送了一壶清茶，借口茶能解酒意，让他喝了2杯。被他抱着看了会书，我被硝烟未熏的作呕，便说，妾为您抄一首诗。我知道他会答应。他曾逼迫小姐为他写情诗，小姐不从，他甩巴掌将小姐的脸颊打得肿红，质问小姐是否移情别恋，用匕首搁在小姐手背上，逼迫小姐抄了一首情诗给他。我跟在小姐身边9年，常替小姐写信，将小姐的字迹学得几乎完全相同。将军眼睛通红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在他的注视下慢慢抄完一首情诗。诗抄完了，他抱着墨痕未干的纸，如珍似宝。我则趁机将他摊在桌面上的文书都瞟了个遍。这不是我第一次窥探他的决策，但还是感到心惊肉跳。将军总是这样，他苛待俘虏，嗜好屠城和抢掠珍宝，性情暴戾，阴晴不定。他的军队所经之处，奸虏烧杀，尸山血海。有意见的将领或多或少都被将军责罚过，也就不敢再说。当然，最后大家还是会觉得将军就该是天下之主。很久之前，
将军曾不顾一切强攻过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，出兵的理由是他怀疑小姐逃进了那座城。于是他以伤敌800自损1000的打法，勉强和对面战平。那日目光所及之处一片血红，小姐被从另一处找到又绑回来时，吓得跌坐在地。将军狞笑着问他还敢不敢跑，手中的兵器哗啦啦的流血，像索命的恶鬼。这次强攻让军队损失惨重，还暴露了埋伏的士兵。但事后人人称赞将军深情，冲冠一怒为红颜，真是英明神武，何其可笑！这样的人竟然可以当男主。他是才貌双全的女主的真命天子，无论如何对待女主，最后都会被原谅。他是乱世中注定的王，将要主宰天下人民，还是这个世界的运行核心。我轻叹一声，手指徐徐圈住醉酒睡去的将军的脖颈，又不甘地收回来。不能轻易杀他，不然世界会崩溃。姑娘忍耐着，过去的一幕幕在重演。将军喜爱她的脸，又恨她不是小姐。她身上常有伤痕，人也一天天憔悴下去。在老夫人面前，我频频针对她，用各种法子羞辱她。我很熟悉这一套，小姐就是被他们这样搓磨的。嫡母的女儿借口教小姐女工，用针尖刺破小姐的指尖，先白玉指肿胀流血，又让小姐用盐水洗果子给她吃。将军的表妹自己跌落湖里，污蔑是小姐推她，让小姐被罚在她门前跪到她消气。姑娘没让我跪，但小姐那次切切实实跪了3天，跪到膝盖几乎废掉。如今我也成了加害者，我不愿意伤害她，便只动嘴皮子功夫。老夫人犹觉不够，但我先前一出手就弄掉她腹中孩子，也算差强人意。每次将军罚完她，我为她处理伤口，她疼得咬住枕巾，但眸子还是温柔明亮的。姑娘向我讨避子汤，我没给她，告诉她避子汤喝多了伤身，让她不必担心有孕。那天姑娘身体里流出的血深深刺痛了我的眼，我使了一点小手段，将军不可能再有子嗣。我又给了她一些药粉，是我新制的，见效不慢，而且无人能查出来。将军今日来我这喝茶，明日去他那品酒，很快便喝得无能。那一夜，将军从姑娘房里羞恼离开，姑娘倚在门边，笑得畅快，喉间隐隐发出清晰的笑声，竟不是全哑。我问她为何不能发声，我或许能治。姑娘摇摇头，让我不要为她浪费时间，一心对付将军就好。姑娘不是传书者，但和小姐一样聪慧。我没有明说，她自己猜到了我的谋划。临走时，丫鬟悄悄告诉我，姑娘本不是哑女。姑娘被将军扛进房里的那一夜，高声求救，又嘶哑哭叫。而后将军捂住她的口鼻，打了她，不许她再出声。将军说：“你的声音不像她。”姑娘被捂得几近窒息，惊惧痛苦之下昏了过去。再醒时，就说不出话了。丫鬟说：“姑娘这是心病，大仇的报，也许自然就好了。”冰雪消融之际，将军决定再次出征，与气焰嚣张的秦王决一死战。我作为军医一同随行，老夫人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贴身照顾将军。我知道在此战中，将军会受致命重伤，幸好神医跟在身边及时救治。这是乱世为王中为数不多让男主遇到的挫折。临行前，我去南院和姑娘告别，姑娘依依不舍地拥抱我。丫鬟还在昏睡，她刚替姑娘挡了责罚，痛得厉害，我给她吃了一颗麻醉药，那还是神医留下来的东西。姑娘柔软的指尖在我手心里比划，叮嘱我一定万事小心。我握住她手指，提醒我不在，你要小心老夫人。老夫人和我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我搓磨她，老夫人疼爱她。姑娘一愣，见我郑重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将军带姑娘回府的事早就传开，此次随军，左将军一见我，总担心我难过。我说我不难过，我从未把自己真正当作是小姐的替身，将军的妾。我对将军没有任何期望和爱，我待在他的后宅里，只是为了盯住男主和老夫人。左将军感叹：哎，不是每个男人都和神医一样。他顿住，懊恼地看我，瞧我这嘴，提故人做什么？神医已经是故人了。
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从前是神医贴身照顾将军，无论多重的伤，只要他及时救治，总能治愈。无事的时候，他骑着马哒哒哒哒到后方与我同行。阳光下，热乎乎的山风吹来，他给我裸露的皮肤涂上黏糊糊的液体。他说那是自制防晒霜，可以防止晒伤。我觉得古怪，抽回手不让他擦。他摸摸我的胳膊，都晒蜕皮了，不痛吗？痛，汗水沁进晒得热辣辣的皮肤，动一动就微痛。但大家都这么过，以前也没人心疼我，我就从没觉得痛过。他这么一摸，我才老老实实让他给我擦。想到这里，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，我忍不住微笑。左将军是神医的好友，也露出怀念的神色，问：神医走了，但你有医术傍身，不会无依无靠，怎么进了将军府？所有人都觉得我作为神医的遗孀，被神医亲手教授了出神入化的医术，日后自然会顶替他的位置。神医也这么觉得。我说我只想活着，他就以命换命，腾出他的身份给我，让我作为不会被剧情杀的重要配角，安安稳稳过一生。可是我错了，小姐是对的，我不再只想活着了。我说，你不是听说过吗？我故意利用神医，学会了医术，就害死他。自姑娘出现后，关于我的传闻满天飞。我大概能猜到，在新女主的故事线里，我是怎样的人。我和神医的故事变成了恶毒女配的前置剧情。不过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我是无名中仆还是恶毒女配，是杀父求荣的黑心丫鬟还是痴心妄想的卑贱妾室。我要的远比在这个世界里得到一个好结局多得多。左将军斥道：你们那样恩爱，若说是他舍命救你，我还信。我笑笑问：你今日怎么有空和我聊这么久？左将军满面失落，只说事务不忙。我岔开话题，聊起这场意义非凡的大战。将军和秦王两方将南部地区一分为二，势不两立。天刀谷地势奇特，易守难攻。将军多次想奇袭秦王，都被天刀谷拦下。此战若能胜，便可势如破竹，打入秦王腹地；若败了，以备战时兴师动众的力度，将军会元气大伤。届时秦王一定会抓住机会反攻。左将军说，天刀谷确实难打，但我觉得将军胜算很大。左将军说得不错，在乱世为王中，将军大胜，还得到了一本兵书。那本兵书没有作者署名，不是大家之作，但每一条告诫都言之成理，还对几处战争要地注解了一针见血的独特分析。将军在这本兵书的指点下，接连取得胜利，虐杀秦王，将秦王长子做成人质。将军始终没有找到作者，便认为这是天赐之物。我说，秦王手中也有底牌，我倒觉得不然。将军找不到作者，因为他得到兵书时，作者已经死于剧情杀。不知道这一次，还未读过兵书的将军对上兵书的作者，孰胜孰败？左将军犹疑道：我怎么觉得你盼着将军输？将军有霸主之命，必不会输。我不答反问：你觉得他堪登王位？他让夏臣一家曝尸荒野，因为小姐逃跑时，夏臣心生怜悯，给了银钱。他违背约定，途径投降之城，尸山血海，杀害忠贞谏臣，拔下舌头喂给野狗。他强抢民女，虐待妇孺，私德有亏，冲动强攻险地，上万将士平白丧命。左将军的嘴张了又合，神色纠结，最后说：将军是我的君主。左将军是大家子，很清楚将军这些做法的后果。他阻将军屠城，拦将军强攻，却反被将军责骂侮辱。他现在闲，就是因为将军贬斥他，收回了他的实权。乱世中群雄鼎立，北有萧山王，东有安平侯，西有银海提督。秦王虽自大，但爱惜将才，知人善用，也曾多次试图招纳他，许以大将军之位。世界让他誓死追随将军，他明知将军无才无德，但生不出另寻明主的心思。我说，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但也不是将军这样的做法。这一战是将军崛起之战，也是左将军的死劫。忠臣名将却被自己的君主千刀万剐。我对左将军说，我和你打个赌，如何？左将军性格爽朗，直接答应。
等听了赌的内容，他面色一变，看我半晌，终究没反悔。我希望他能遵守赌注，我想救他一把。天刀谷的这场仗自见血开始，打了7天7夜，兵败如山倒。将军找到我时，浑身是血，受了重伤。他眼里满是对失事的不甘愤怒，没顾得上追究我没跟在他身边，让我赶紧救他。我看也不看，没救了。将军面色可怖，神医那道起死回生的秘方呢？拿出来给我用。你也知道那秘方，不就是心头血吗？就用你的不就行了？快点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我的这颗鲜活跳动的心是神医好不容易保住的，他竟敢觊觎。见我面色难看，将军难得缓了语气。我知道你一直觉得你是他的替身，很不甘心。今日你为我而死，九儿，我会记住你一辈子的，不会再把你当他。我极力克制住一脚踹翻他的冲动，让他靠近些，先让我看看伤势。等他凑过来，我一刀刺穿了他的心脏。这一刀又快又准，他来不及躲。他猛地瞪大眼睛，眼珠几乎拖出眼眶，像是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鲜血汩汩涌出，染红我的指缝。他勉强抓住胸口的利刃，你怎么敢？我动了动手腕，利刃在他胸口里搅动。我怎么不敢？乱世为王说此次大胜是将军天命之子的气运在庇护。将军惨败，说明男主之位已经如我谋划的那般易主了。一个失去了男主光环，只会无能狂怒的蠢货，凭什么以为自己还能活？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恨意宛如实质，恨不得将我杀之而后快。我是这天下的霸主，绝不会死在你这样一个女人手里。我欣赏了一会他现在的神情，笑起来，拔出刀又狠狠捅进去。反复几次，他狼狈地呕出几口血，连狠话都说不出来，倒在地上死去。直到他死的时候，他还是不觉得他会死，毕竟他曾是这个世界的男主啊。他不知道他生活在一本书里，但他享受了几十年的男主光环。他从不觉得自己会狼狈地死在一个小人物手里，像条死狗。世子找过来时，将军已经变作僵冷的尸体。我和他同时开口问：怎么样？他先说：此战大捷。我笑道：死透了，这世界还好好的。世子狂喜，长剑刺入将军的尸体，斩得乱七八糟。世子是秦王幼子，他娘早死，他爹自大，他哥勇莽，一家人只剩他一个有脑子。他聪明异常，但会疾必伤，天生体弱多病。我从山崖底下爬回人间时，下定决心要结束这一切。我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找到兵书的作者世子。他那时已经病重，若没有我为他悉心治疗调理，便真的年少早夭。等他信任我，我和他交换情报时才知道，他竟然也知道自己生活在一本书里。我捡到小姐的书才觉醒，他是实打实的天才，自己似有所感。我给他讲完乱世为王的剧情，他气得牙痒痒。书中多次提到他是天纵英豪，帝王之才，可惜短命，不然将军难以称王。作者将他塑造的比男主更像男主，是为了让将军踩着他这块高水平的垫脚石走得更高。反正他必死无疑，注定只能存在于将军功成名就后的慨叹里。可若是他没死呢？这男主之位，将军还坐不坐得稳？于是我耗尽心血救他，他也没让我失望。不需要我扶持他太多，只要他还活着，他就是最合适的男主。3年来，他暗地里将世界给将军的机遇都夺走。我在将军身边慢慢清君侧，削弱将军的助力。我匣子里的密信堆得越来越高，世子积蓄的力量越来越多。决定在天刀谷之战下手的时候，世子问我，他有野心称帝，成王败寇，所以不惜与世界核心对抗，那我为何要如此？我没回答他，只是在那一刻疯狂思念神医，思念小姐。世子为我讲过兵书的来历，用兵最忌焦躁，他料到父兄迟早会因野心赔上性命。他活着时还好，父兄宠爱他，也知道他聪明，事事都听他的。可他活不了太久，于是呕心沥血写完了兵书，父兄照抄即可。可恨这本兵书最后到了敌人手里，反倒害死了他的家人。我想起神医给我的医书，后知后觉意识到，
神医当时是以什么心态教我医术？他早就料到了，他费尽心思要将我培养成可以顶替他的下一任神医，在他死后此生无虞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轻轻松松地收下他沉重的好意。我从来不知道，那个连自己的药箱都经常找不到，总来黏糊糊缠着我闹的人，竟然有这么细心周全，连一丝异样都未曾让我察觉。世子和我再到将军府时，老夫人已经被左将军控制住。左将军苦笑，要不是我遵守赌约，怕是已经被将军弄死。我和他赌，将军会不会因捕风捉影的传闻责罚他？若将军有责怪之意，他就立刻借口保护老夫人赶回将军府，躲开将军的疑心怒火，避开这一场宏大战事。他喃喃道：我怎么会为这样的人拼死效力这么久？将军死了，男主易位，将军的男主光环终于散去。我笑道：幸好你没死，日后还可再择明主。左将军年少时便一战成名，在战场上拼杀10年，风神俊朗，声名远扬，吸引了无数崇拜者，也包括世子。明主世子盯着左将军嘿嘿傻笑2声，被左将军嫌弃的一瞥。我和世子一同去见老夫人，老夫人高高在上，斜瞥着我。世子问：这就是作者？不愧是最聪明的男配，竟看得出我的身份。不错，我就是此方书中世界的世界意识，也算是书的作者。世子指了指我，我没看出来，是他告诉我的。他这才正眼瞧我，满脸难以置信。即使我杀掉女主又顶替神医，他也没有过于警惕我，还选我为替身入将军府。因为我在他眼里还是那个无名无姓的替死丫鬟，只是一块哪里需要往哪般的砖。我直视他，问我该叫你什么？老夫人还是七巧姐姐？他讶异，你连这也知道？书是被我捡到的，小姐怎么会误以为是七巧？纵观全书，只有一个天才世子靠自己觉醒，七巧不是穿书者，也不是天才，他是这本书的作者，剧情的推手。聊到往事，提起小姐，他满目惋惜。他怎么这么想不开？明明是女主，还一心求死。我以为他也为小姐的失去伤怀，又听他说，真是可惜了将军对他的一片痴心，将军只能找个替身来安慰自己。我被气笑了，他可怜，他仗势欺人，强迫小姐，强抢民女，他草菅人命，肆意屠城，民不聊生。他怒目瞪我，你懂什么？他可是男主，高傲暴戾，不爱苍生，只爱女主的男主。最后他会知道他爱的是女主，他会悔过真心对女主好。你为什么要杀女主？你怎么忍心让她永失所爱？我冷笑，是我杀了小姐，但却是你和男主逼死她的。我们哪逼死她了？她可是女主，我会让她得到世界上最厉害的男人的爱。我笑出了声。将军是男主，金手指是被拥戴登上王位，神医是男配，金手指是手刀并除。小姐和姑娘是女主，金手指是得到男主的爱，不会被男主虐死。小姐说的不错，她只是男主的衍生物。男主死了，这个世界会崩溃，因为男主是世界核心。但女主死了，却于这个世界无碍，因为女主只是感情支线，是男主的漂亮挂件。世界还会衍生出新的感情支线，只要作者创造的男主还在，以男主为中心的衍生过程就不会停止。作者先作为七巧推动霸王娇妃的剧情，又作为老夫人推动新的感情线。小姐以死求解脱，他又送了一个无辜少女进牢笼里。我质问他，你难道看不见小姐的痛苦？她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你却利用她的信任将她推进惨剧。他嗤笑，为男主灿烂辉煌的一生增添一丝桃色，这就是她的命运。她将是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是霸王冠冕上的一颗明珠，她凭什么痛苦？他恨恨地看着我，你们老老实实按我的安排走就完了，哪来这么多事？世子双眼喷火，问这是事多？世子讲他如何担忧父兄，讲他为那本兵书呕心沥血，最后咬牙切齿，我堪当大任，有才有德，凭什么就要将心血送给那傻屌暴君，给他铺路？他理所当然道，因为他是男主，你们的用处就是衬托男主，谁会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？
柿子握着剑柄的手指用力到发白，我也攥紧了拳头。我会在意，每一个书中人物都会在意。大丫鬟被乱棍打死时，身上飙出的血和眼角流下的泪都是有温度的。左将军被将军贬斥责打，也会痛得半夜睡不着觉来找我讨药吃。他轻飘飘写下一个字，落在小人物的命运里，就变成足以冲乱人生的洪流。我对柿子说，不必和他多说，他不能理解。就像将军一样，就算我已经捅穿了他的心，他也不觉得自己会死在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手中。反正男主已经死了，你是新的男主，他不能。他突然插嘴，我会好好培养你的。你想和你的父兄一同称霸是吗？我会为你安排这个剧情，只要……他看向我，恶意满满，你杀了他。柿子一愣，看向我，和我四目相对。他咯咯笑着，快动手，只要你杀了他，我就把原本给将军准备的长生不老仙术安排给你。你可以和你的父兄一起永葆青春，千秋万代。柿子拔出长剑，微微抬起，他笑得越发得意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！长剑刺穿他的身体。柿子说：“你当我是傻子？你真以为这3年我们对你毫无了解？”柿子和我一样是顶替上来的，游离在剧情之外。他作为新的男主，脱离了作者掌控，由他衍生之物不再被作者主导。他自由了，我自由了，左将军自由了，姑娘自由了，这个世界自由了。他差点被柿子一剑捅死，又被关押起来。虽然男主意味他无法操控柿子，但柿子担心他死了会对世界有影响，还是暂且留了他一命。柿子问我，你怎么想到的？来救我，把我培养成新的男主。他的眼睛发亮，你那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将我从鬼门关拉回来，简直是神女下凡。若没有遇上你这样的神医，我只能含恨而终。我说，其实我不是神医。他何等聪明，刹那间便猜出了真相。是谁把你变成神医的？是那个你一直在找的人吗？我承认了，告诉他是我的夫君，真正的神医。我被神医培养出一手好医术后，能顶替神医的位置。所以我想，男主未必不能再培养一位。我将希望寄托在柿子身上，赌赢了这一把。柿子说，他已经死了，你找不到他。我说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他说过他在那个世界等我。你想去找他？这怎么可能？其实不是全无可能。他提到过长生不老的仙术，我想起书中确实有这一段。后来将军沉迷寻仙问道，竟真的找到了一位得到高人留下的长生不老仙术。书中将那高人描绘的神乎其神，说他有开天辟地、通往异界的本事。我说，虽然听起来像神话，但将军曾一人打败800骑兵的神勇是真的，我夫君起死回生的医术是真的，说不定这也是真的。你真那么想走？留下不好吗？和我一起成就霸业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柿子还很年轻，刚籍贯的英气少年，雄心勃勃，眼角眉梢透着野心。他是最合适的男主，他天生属于这个群雄争霸的世界。可我不一样，我从前只想活着，现在有点野心，也不过是想和爱的人一起生活。我想去为小姐的独舞喝彩，也想接夜班后疲惫的神医回家。柿子沉默半晌，语气犹豫，说，于心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死后就能回去，小姐为何不直接自杀？那个神医，他可能……我打断他，任何可能我都想过，但我还是想试试。他说过的，他在等我。高人必是隐居，我决定去云游四方。临行那日，柿子来送我。书里只写那是一个传说。若你寻不到，会不会回来找我？我笑笑，不会，我此去也不完全是为了找那位高人。我可是医者，我学得了世上最好的神医的医术。若寻到了，我就去找他；若寻不到，我就继承我夫君的遗志，走遍天下的每一处遐方绝域，给所有病痛患者医诊。柿子张了张口，没再说挽留的话。我说，王，你要当贤明的君王，不可滥杀无辜，残害忠良，不要用你眼里鸡毛蒜皮的小事故意为难平民百姓。柿子正中应下。我翻身上马，背着神医留下的药箱，朝远方出发。也许只要1天，也许1年，
10年，我的一生都不够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会一直走下去。番外，于心走后，世子开始了他传奇霸业的一生，平定乱世，一统18国。他将所有如果秦王世子还在的希冀都变作了现实，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明主。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里，即使他谨记和于心的承诺，也不止一次险些踏入昏庸无道的泥沼中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会去看看左将军马革裹尸后的衣冠冢，去看看姑娘软声细语和断了胳膊的心上人撒娇的幸福笑容，去看看丫鬟新开的热闹小店。他告诫自己要引前男主为戒，万不可不蠢货后尘。他总会想起那个骑在马上潇洒道别后毅然远去，一眼都没回头看他的女子。他毫不犹豫地朝未知的远方出发，不回头，只留下苍茫烟土。他隔三差五问作者，于心到底有没有去到他想去的地方。这些年，他和身体一起变作垂暮老妪，感受病痛，害怕死亡。看着他的长剑，他几乎哭出来。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，我不知道。他放下长剑，叹一口气，总觉得心里郁闷。有一天，他发现了作者的新书，墨痕未干，书册还没泛起灵性的金光，是一个关于丫鬟的故事。丫鬟从小吃不饱穿不暖，任人欺凌，直到前来为小姐诊病的神医对她一见钟情。神医坏了她的清白，强迫她跟自己离开。丫鬟和神医纠缠了5年，被小姐嘲讽欺凌，被神医的父母亲眷鄙弃，为神医的青梅试药以至于坏了身子，日日吐血。最后神医终于明白自己最爱的是丫鬟，自残求丫鬟回心转意。是字，作者见势不妙，拔腿就想跑，连他的新作都顾不上。但他年老体衰，跑不动，只是在颤颤巍巍蠕动。世子恨恨骂道：“你这贱货可不算无辜，我为君王，必要诸儿等宵小之徒。”世子拔剑，寒光闪过，作者头身分离。等了片刻，世界照常运转。世子擦净剑上的血，吐出梗在喉间多年的郁气，终于舒坦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